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沙特领空后，沙特空军4架战机升空护航。专机进入利雅得上空后，6架沙特之鹰礼宾护卫机随行伴飞。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时，受到沙方隆重热烈欢迎。机场鸣放21响礼炮，礼宾护卫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2色彩带，礼宾分列子地毯两侧，中沙两国国旗迎风飘扬。沙特利雅得省省长费萨尔亲王、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中国事务大臣鲁梅延等王室重要成员和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访问期间，我将同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规划中沙关系发展方向，期待同阿拉伯国家和海合会国家领导人一道，推动中阿、中海关系迈上新台阶。沙特媒体将此次中沙、中海、中阿领导人会议合称为3环峰会，这是新征程元首外交重大行动，是新中国中东外交重大创举。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目前阿拉伯地区拥有中国高度密集的战略伙伴关系集群，中阿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双边层面建立12对战略性质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峰会最早由沙特提议。去年3月，第155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加强对华关系的决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欢迎由沙特主办首届中阿峰会。中方很快给出了积极回应，愿筹备好峰会。据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14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将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中阿友好是峰会召开的名义基础。根据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晴雨表研究计划今年7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在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国家。外界认为，此次峰会的召开将进一步巩固中阿传统友好，凝聚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发展与安全、文明对话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使这个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平台，那么使中国的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更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与中阿峰会背靠背，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也将举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成员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6国。海合会6国能源富集，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30%、20%。中国长期保持海合会第1大贸易伙伴地位，去年中海贸易额逆势增长44%。2021年，中国前10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中，海合会国家占据4席。不久前，卡塔尔刚刚宣布与中国达成一项为期27年的液化天然气长期购销协议，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合同期限。今年以来，中海互动频繁。10年初，海合会秘书长纳伊夫访华，并与中方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表示愿尽快建立中海战略伙伴关系，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建立中海自由贸易区。2是在下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与海合会国家外长集体会见，再次表示尽早就中海自贸协定达成一致。分析认为，该协定一旦达成，将为双方经贸合作创造更加稳定有利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在能源合作方面，一边是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一边是世界油库，在全球能源安全危机下，双方合作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加强。阿拉伯国家它需要把石油卖出去变成钱，我们呢需要把石油买过来，然后呢服务于我们的经济，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互相需求的这样一个关系。它是战略性的，就是石油天然气的提供者，我们是战略买家。
我们这种合作是长期的，长期它就有稳定性，他就放心了，他就不担心呢国际这个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剧烈的变化。这是压舱石。此行，习近平还将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更加凸显。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了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阿拉伯国家则是中国最大原油进口来源地。在中国的能源进口中，沙特常年位列第一，占进口总量的1/6以上。除了能源合作，中阿合作还正在扩展到包括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合作等诸多领域。近年来，美国与以沙特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美国在与以色列关系、石油增产、与沙特王储局域、当地社会制度与风俗等多个问题上频频发难。两场峰会联轴举行，也让沙特置于全球聚光灯下。有外媒称，沙特将以此为契机，寻求在中东世界的领导力。您对此如何看？无疑啊，沙特在年终岁尾迎来了自己的外交高光时刻。两场联轴峰会的举办，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对于沙特当然呢是强有力的外交加持。沙特作为中东地区大国，也是海合会的头号大国，海合会秘书处就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所以啊，作为里程碑事件的中阿以及中国海合会峰会选在沙特来破天荒开局，其实呢也是水到渠成的选择。我注意到，之前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也曾经在沙特海滨城市吉达召开了所谓中东安全与发展峰会。但是呢，那场峰会包括拜登7月间的对沙特的访问行程，被普遍公认是空手而归，成果有限。因为呢，拜登此访的主要目的是所谓讨油之旅，是希望沙特作为欧佩克的第一大国，能够带头增产原油，帮助美国平抑通胀的压力，来缓解全球尤其是欧洲的能源危机。但是呢，拜登在利雅得碰了一鼻子灰。同样呢，沙特方面实际上也是一肚子火。拜登访问沙特，在美国国内舆论场上竟然是一片嘘声。美国总统是不是该访问中东大国沙特，都成了一个争议的问题。当然了，拜登本人之前就曾经为这场争议推波助澜，他曾公开指责沙特是所谓贱民国家。沙特王储这个萨勒曼，他毕竟年轻气盛，3月在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专访时他毫不掩饰对美国动辄向沙特挥舞人权大棒的这种反感。他直接回怼美国总统，强调并不在乎拜登对自己的误会与误解，那么美国总统更应该关注美国利益。拜登访问沙特被媒体戏称是讨油之旅，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但是呢，美方还是一副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架势。难怪沙特王储不买账，也难怪那场以安全与发展为名的峰会闹哄哄收场。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路透社周日发自利雅得的电稿就特别强调说，沙特王储萨勒曼接待中国元首正处在美沙关系的一个微妙时刻。这呢也彰显沙特敢于无视西方盟国的意志，致力在全球秩序中寻找新的平衡点。那么对这样一种寻找新平衡的自主外交作为，西方媒体就炒作为沙特雄心。但是呢，在我看来，其实西方媒体更应该探究的，同样是开峰会，为什么中美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会形成如此强烈的预期差？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